每天凌晨4点，70岁的孙恩师傅都要到禅城最大的批发市场，寻找合心意的猪蹄。今天他最小的徒弟于秀丽，第一次跟他一起选购食材。230斤，呢隻有成300斤。300斤。呢啲咁大隻我哋唔啱啊，師傅，即係太長啊。太長。我哋就要啲85、86嘅豬腳。85、86最啱。最啱我哋。係啊。小魚已經學會孫師傅的全部手藝，選豬蹄卻是第一次。基本咧啲批豬就靚啦，表皮咧就冇乜花痕，又滑更加紅嘅，因為炒胭脂咁啊啲都。孫師傅對豬蹄的要求很高，能入他法眼的並不多。凌晨5點半，終於把豬蹄都搬上車。如此嚴選豬蹄，是因為他們做的是傳承了300多年的佛山傳統美食。孫師傅是這項非遺技藝的頂級技師。小魚最近要帶着這道名菜參加美食推廣展覽，孫師傅特地給他開小灶補習。做扎豬蹄的第一步，剔骨。用利刀自上而下開一條口子，然後將豬腳骨剔出。整個過程必須十分小心，一旦豬皮劃破，破壞品相，就只能棄用了。最難剔的位置是豬腳尖，皮薄脂肪少。角度和力度稍有偏離，就會前功盡棄。慢慢拉刀啊！如果你出嚟咁撳就唔得，出嚟咁撳咧，又好容易將刀跣嘅，一跣咁咪就爛啦。師傅你睇幾靚？豬皮起得差不多了，肉餡兒也在同時準備着。一大早，店裡其他師傅便把爽而不膩的豬頸肉切成條狀，調好味兒。把醃製好的豬肉條逐一穿好，放進炭火烤爐，烤到3、4成熟，香味兒開始外溢，便可取出。但這並非最後一步，還要把調製好的秘製醬汁撈勻豬肉，再醃製40分鐘。最後，把這些豬肉條切成10厘米長、3厘米寬的薄片。這些豬肉的加入，賦予了佛山韻扎豬蹄與其他豬蹄不同的風味。孫師傅，啲肉燒好啦喎。好。好多謝明哥。開檔啊！以前咧一層瘦啊，一層肥啊，家咧就2層瘦啊，1層肥。把豬肉片放進豬腳皮，肥瘦相間，整齊碼好。每個邊角用肉碎塞滿，直到豬蹄恢復飽滿的外形。隻手指夾住，唔夾住佢一標上係唔齊整。再用水草將豬腳裹紮嚴實。忙活了一上午，師徒倆僅僅完成了扎豬蹄這一步。接下來，韻製即將開始。用30多種純天然材料製成滷水，再將捆紮好的豬蹄進入滷水中，用文火慢慢煮1個多鐘頭。一隻隻甘香美味的韻扎豬蹄出鍋了。不過，看着熟透的豬蹄，還不能夠大快朵頤。加番草，佢喺條定型棍咧掹出嚟，
再綁嗰啲新鮮嘅水草落去，咁啊靚仔啲。紮完咧就揾鹵水撈落去，2分鐘到咯。第一消毒，第二好味些少。韻不同于卤，前者用了香料赋予食物香气和味道之外，还利用了适当温度的调味液作为介质，为食物杀菌保鲜。把猪蹄切片，放进瓦罐中，淋入卤水，可以保存3、4个月。300多年前，这种手法就可以将佛山扎蹄带到远离产地的地方品尝。至此，佛山韵扎猪蹄名扬天下。这家300年的老字号，从古时老铺搬到郊區，顧客也一代接一代地追隨下來。細個嗰陣咧，屋企好窮嘅，咁啊逢年過節咧，阿媽先會買少少俾我哋家下菜咁嘅啫。所以而家大個咗咧，啲好中意追翻呢種味道，得閒又帶翻阿爸阿媽嚟試下，再食翻。整根豬蹄在食客面前早已偷梁換柱，順滑地被切開，一片片粉紅玲瓏心，入口皮脆肉香，鮮甘可口。韻扎豬蹄的製作工藝有大小工序30多道，即使是熟練的老師傅，一天最多也只能做20多隻。孫師傅堅持這行已經30多年，但願意入行的徒弟越來越少。在與特殊學校多次聯繫溝通後，孫師傅終於迎來了他19歲的小徒弟，暫時保住了老字號的傳承。潮汕人不論貧富，早晚都會喝一碗粥，而宵夜的這一碗粥更為重要。每天夜幕降臨，吳鎮城的夜粥店就開始人頭攒動。汕頭的夜粥絕非字面上的喝粥，各類海陸空食材陣容豪華，高達400多種，而這些卻全部歸屬於白粥的配菜。配菜在長達10幾米的點菜台鋪陳開來，即便是熟客也會躊躇不定，難以選擇。这里没有那个点菜单，其实这里就是点菜台啊。你喜欢吃哪一种鱼，喜欢吃哪一种卤味，它手一指，我们就把它记起来。本地人喝夜粥必点的3类配菜是卤水、魚飯和生腌。吳鎮城是惠來人，这里主打的卤水惠來美食龍江豬手做了18年。2000年，吳鎮城懷揣着5萬塊錢，憑借着祖傳製作龍江豬手的秘方，來到汕頭開始經營夜粥店。一般我們想用這個，就想用它比較肥大。你看它這個皮，讀起來它非常黏，教育了10多年了，所以它把最好的豬腳都留給我們。買回來的豬手先得一隻隻進行脫毛，一道滷豬手能成為10幾年的招牌菜，離不開吳鎮城對每一道繁瑣製作工序的較真兒。豬手在火力的作用下，表皮收縮，燒至豬皮變硬，再放入冷水中刷洗，每一個縫隙都不放過。一冷一熱，不僅能將表皮的細毛清理乾淨，也有助於豬手最後形成 Q 彈的口感。我爺爺做豬腳到現在40多年了，我10多歲就學他做龍江豬腳。小時候讀完書啊，然後就來幫他切豬腳，洗豬腳。洗淨的豬手順着關節位分成3段，按大小依次碼入鍋中，倒入滷水就可以開滷了。
卤制过程看似相同，但口味却各有千秋。是否正宗，取决于这一锅卤水。我们龙江猪脚一个做法就是油滚油，它这个肉质比较香，吃了油，它每天这么翻滚，它就会更香。经过秘制卤汁3个小时的熬制，猪手色泽红润油亮，澄澄诱人，肥而不腻，饱含胶质。靠着这一道精心烹制的猪手，吴振成在汕头餐饮界站稳脚跟。时至今日，菜式选择如此多样，这道配菜依然独占鳌头。